嗨，伙伴们，期盼已久的复仇者联盟终于上市了。作为一名漫威迷，麦克第一时间试完了剧情部分，接下来为大家做一个大体的故事叙述。这种事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越来越频繁，有力量的人大打出手，但复仇者不会那样，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一直在想，事出必有因，也许这正是我在等待的，也许我终于成为了某样更庞大事物的一部分。如上面的剧情所述，出现在末尾的这名长臂女孩就是游戏的主人公，也是我们玩家所要操控的角色。故事背景设定在 A 日之后，一阵隐形轰鸣声中，一架昆式喷气机出现在眼前，上面载有复仇者联盟的大小粉丝们，而这名可爱的女孩正是其中之一。可能是熬夜的缘故，她的黑眼圈有些厚重，也可能是在其中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复联的粉丝们都是来参加神盾局和复仇者联盟旧金山西海岸总部的建成典礼，每个人的脸庞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豪。很快，飞机到达西海岸总部，降落到了神盾局奇美拉号天空母舰上面。女孩满脸期待，迫不及待等待舱门的开启。此时刺眼的阳光照耀进来，她不由得眯起眼睛，也意味着这款游戏的细节部分处理的比较到位。走下舱门需要接着走红毯，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放置着复联各个超级英雄的全息投影，令女孩也就是我们的主角卡马拉目不暇接，在内心中她是多么希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随后的时间里，我们要控制着卡马拉通过游戏集齐5本漫画书，从而获得庆典活动的 VIP 席位。第一本漫画是通过使用黑寡妇的武器打靶获得，第二本漫画的获取方式是使用浩克手套完成1级重击，第三本是需要你使出吃奶的力气拿起雷神之锤。至于第4本，它需要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小杂物间，然后就可以在这里获得1本漫画了。但与此同时，你将偷听到一段对话，而这位身穿白衣服的人名叫塔尔顿。此时的他们正在讨论一件叫做泰瑞根的东西。随后绿巨人布鲁斯出现，他检测到了一些奇怪的数据，三人准备再去核实一次。最后第5本漫画需要和门口的这位小哥交换获得。至此，卡马拉机器漫画获得了 VIP 席位，来到了庆典会场。此时的会场上，美国队长正在侃侃而谈，请不要在意他的面貌，因为游戏中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和影视剧中的没有什么关联。队长讲完，轮到白衣科学家塔尔顿讲，不过他刚刚废话了没几句，众人的目光却被姗姗来迟的钢铁侠所吸引。瞧，这就是英雄的魅力。钢铁侠的到来成为了新的焦点，人们在大声的欢呼雀跃，却并没有人发现塔尔顿的眼中出现了一丝阴狠，他转身离开。但就在此时，远处大桥上传来爆炸声，像是发生了连环车祸，这引起了复仇者们的关注。不过神情百战的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紧迫感，有麻烦处理了便是。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麻烦似乎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更加麻烦。剧情推进到此时，终于有了一些复仇者电影的既视感。接下来我们将会操控着这些超级英雄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首先出场的是大家都喜欢的锤子哥，通过他的视角，我们发现这并非是一场交通事故，而是一次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但锤子在手，天下我有，这一锤又一锤，所到之处皆屁滚尿流。战到兴奋之处，顺便还可以来个大招，彰显神的尊严。当然，我们的钢铁侠也没闲着，他会飞，所以对手们也会飞。只不过令他恼火的是，这些敌人所用的装备明显是自己公司的产品，他们是如何得到的，真是有些打脸呀。当然，他也有大招，就是那个威力巨大的胸口炮，来一发。我们再来看下绿巨人这边，从昆式战斗机上跳下来的他，半空中就开启变身，身上的名贵衬衣随风飘散，仅仅留下那条死活撑破的牛仔裤，也是粉丝们一直好奇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布料？当然，绿巨人的攻击就简单多了，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也拥有秒杀一切篮球运动员的强大弹跳力，一力降世会，一力破万法，就是他的真实写照。所以他的攻击方式原始而有效，双拳所向无一合之将，操控他打架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镜头转向美国队长这里，他的周围同样围了一群小兵，可惜队长的盾牌自带导航，还能自动返航，凭借和谁都五五开的外挂属性，清理这些小怪自然也不在话下。来吧，依照布鲁克林斗术解决你们。然而当众人各自清关完毕，却被告知一枚声爆炸弹正在驶向城市，这莫非才是这帮匪徒们真正的目的？于是众人及时来到了运输炸弹的卡车前面，凭借钢铁侠的1级光炮将其拦下。不过驾驶舱中跳下的一人却让他们虎躯一震，这是他们的老对手模仿大师，莫非他就是幕后主使？此时声爆炸弹进入启动状态，情况万分紧急。
他们必须拿到起爆器阻止这场灾难，否则方圆16公里之内都将化为乌有。然而祸不单行，大桥的突然炸裂说明出现了新的问题。果不其然，奇美拉天空母舰正在摇摇欲坠。黑寡妇让众人去查看情况，想办法解救桥上的平民，而他要独斗模仿大师。当然，这场战斗也同样精彩绝伦。黑寡妇直接骑在了模仿大师的身上，瞬间纠缠在一起，不断锤之。这种打法实在是暴力的很。不过情绪胜利关闭了炸弹的黑寡妇却并没有一丝欣喜，因为落败的模仿大师似乎并没有失败者应有的反应。想说什么？看看周围，罗曼诺夫，世界会记得这一天的。英雄们令他们失望的一天。听到模仿大师的话，众英雄不由得看了一眼四周，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了燃烧的城市，看到了一片满目苍蝇。直到此时，他们似乎明白了过来，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而此时的美国队长还在奇美拉天空母舰上解决泰雷根的事情。这是奇美拉的动力源，万一爆炸，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还来得及吗？果然，在一声惊天的爆炸声中，奇美拉号坠向海湾。赶去支援的钢铁侠和锤子哥也被震到远处，他们呆立当场。这种滔天威力中，哪怕五五开的美队也凶多吉少。就这样，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奇美拉号沉入海中，一股悲凉的情绪散发开来。而安全逃脱后的卡马拉更是悲伤不已，他为英雄们哭泣，为这场灾难哭泣，也为自己哭泣。镜头一转，已是5年之后，当年的灾难被定性为人为。复联英雄们成了背锅侠，而美队也被证实死于那场灾难。活着的人们似乎早已忘却了英雄们平日里的助人为乐，他们的心中只记得这场灾难，这场由英雄们引发的灾难。所以这些英雄们角色一变成了过街老鼠，复仇者联盟被迫解散，各种型号的匪徒欢呼雀跃。但这场灾难的发生也让一人成为了最终的受益者。布鲁斯昔日的老搭档塔尔顿成立了一家叫做先锋科技的公司，并且获得了钢铁侠旗下大量的科技，由此制作出了大批的智能机器人，用于治安巡逻，打击罪恶。5年过去了，我们的主角卡马拉仍然未从那场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一直在试图寻找复仇者们的身影，并最终有了收获。他黑入某个网站，获得一些关于当年事故的资料，可惜这些资料似乎有加密保护，并没有完全传输到 U 盘之中，所以他需要寻找一处地方解密 U 盘中的资料。至此，卡马拉隐藏的一些秘密也即将呈现在我们眼前。实际上，它并不简单，一场新的冒险之旅由此展开。